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妈妈的机票一波三折，但最后终于顺利离开以色列的故事。妈妈走了，空空的机场。那故事很好笑啦，就是妈妈她是定8月31号离开以色列，那天是礼拜六。我花了蛮长的时间去找一个完美的机票，然后终于找到一个是晚上6点半的时候飞。那这时间就很好，因为我们通常是我们家礼拜六早上聚会，然后居然会这样子，妈妈可以收一下东西，我们可以吃午餐，然后就去机场，就会时间很顺。然后结果很搞笑啊，礼拜3的时候呢，就收到一封信，就说换机票时间。但是呢，这故事其实还不是它真正的起点，真正的起点应该是从7月31号的时候呢，因为以色列它成功的暗杀了在伊朗的哈马斯的领袖。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气氛呢，就是在等待伊朗的报复，因为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有做一些影片，就是访问路人啊，然后就陆陆续续航空公司呢就开始取消航班。那我帮我妈订的呢是反正也是一个廉价航空 Ryanair 对，然后他一开始还没有取消，他一直等到8月13号的时候就取消了。那因为我那几天比较忙，我没有看到这个取消的 email。看到以后我就很快的就登入，然后他给我2个选择，一个是换日期，但是他把整个8月的航班都取消，9月也是9月中以前也都是没有航班的，所以我是不可能就是选择改日期，因为对我没有用。那另外一个它就是退票，那所有的东西呢就是在网络上输入资讯就结束了，很快。几乎是当天就是收到他已经成功退款的消息，所以这一切就是很顺利，就是我知道航空公司有你们在考量，然后你们不飞了 ，OK， 那就是至少我还是可以拿到退款，那就好了，那就只好再找下一个航班。那个时候有2个选择，一个是以色列航空 Israel， 不是 LL 的那个以色列航空，以色列航空有总共有3个，那是第2个那个。然后另外一个选择是 Wizz Air， 它是匈牙利的廉价航空。那我们怕说它又再取消一次，然后临时要做什么，就是反正时间可能会不够，所以我们呢后来就选择那个以色列航空，然后就想说好处是它一定会飞，那坏处就是稍微贵一点。但是我仔细看，其实我觉得没有差那么多，因为我妈妈有带行李。那 Wizz Air 它是机票本身便宜，但是它如果要买行李的话，那个钱加上去其实差不了多少，所以我们就选了就是稍微贵一点的以色列航空。然后还有那个时间点我们也比较喜欢，晚上6点半飞。好，结果呢就是礼拜3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雅法在玩了，然后我就突然收到 email， 收到简讯，还收到WhatsApp， 就是3个管道，它就是早上的时候突然告诉你你的航班已经被改到提前12个小时，变成早上7点飞。然后我看到我就觉得说，所以他们是知道说伊朗是8月31号的晚上6点会打来嘛？不然怎么会？你没有必要就是提前那么早啊？有什么差别吗？晚上飞跟早上飞有差吗？然后你早上飞你还是安息日啊，你晚上飞你至少安息日已经快要结束了，这样不好吗？所以我就在找说有什么样子的方式，就是可以去换时间或怎么样。那它很有趣，它只给你一个连结说如果你要看你有没有资格得到一个退款的话，或者补偿的话，请你点这个连结，然后连结点进去，全部都是希伯来文的。然后我们在雅法已经很忙了，然后我就还要仔细的去看说到底我们有没有符合资格？那一定是有啊，因为你看你临时你礼拜6晚上的飞机，你礼拜3早上才说你要提前你的航班的时间。那有些人可能没空啊，有些人可能没有交通工具啊，有些人可能不想要这个航班啊，所以我就觉得我看仔细，然后看怎么处理。然后看完以后就是只有一个结论，就是
他不会退款，然后他也不会赔偿，我只能最多跟他要求换时间。那我看了他的那个时间点，反正后来讨论出来就是我们希望是换到礼拜五，的下午，这样子至少那个时间点比较不奇怪。可是，我礼拜三写信，为什么是写信给他？我要找客服，然后我发现以色列航空 Israel 的这个不是 LL 的这个以色列航空，它没有线上的客服，你线上你跟他你找不到客服的，你就是没有办法联络上。然后我就打电话也没有办法联络上，你选英文的选项没有，你选希伯来文的选项没有，然后就这样子，一直耗到下午快要5点了，就想说你总就是下班时间之前一定还是会有人接吧，然后结果也是没有。那所以呢，后来我就写 email。其实白天的时候早上已经写过 email， 只是没有回我，所以我才一直用打电话。然后后来，礼拜4的时候收到信了，他说，你要换礼拜5的话 OK。然后可是呢，我没有马上看到这封信，我大概隔了3个小时看到，然后回他说 OK， 那我 confirm， 然后请你给我换票，然后就又没消息。一直到1点多3点多的时候，然后他又回信说，那个票已经不能买了。那我看也是，因为以色列航空它没有办法在就是起飞前的24小时卖票。我自己上网那个时候看，礼拜4的时候，礼拜3的时候看礼拜5的票还可以买，礼拜4的时候看它就已经不能买了，就只能买礼拜6以后的。所以，我收到的信，他就回答我说，不能换了。所以，我就说那 OK， 就回他很短就 OK。那所以呢，就是我们礼拜4的时候就是确认说换不到礼拜5的票，本来在等，然后最后还是变成礼拜5晚上很早就睡，为了就是礼拜6早上可以3点多起床，然后冲去机场，然后送我妈走。然后这整个事件呢，我就觉得它其实有2个层面啦，就是如果以后你们会来以色列，然后现在局势还会继续延迟这样的话，第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国家安全的这个状况，它会蛮多的变数可能你订的航空公司它会让你换日期，它可能会选择让你退款，但也有可能就像以色列航空Israel 的这个。他没有给你任何的选项，然后你要自己写信写 email 去跟他就是讨论要怎么做。然后那这第2个部分呢，就是他可能也不会是很快的回你，然后可能你要的就没有。我妈那个时候看我跟那个找不到客服然后客服回我信很慢其实那时候都觉得说好了就。也不要就是在节外生枝什么，就按照他说的时间，早上7点飞就飞，能够飞出去就好了。那我觉得这就是要有的心理准备啦，就是可能因为这些变数，然后造成诸多的不便，然后也不会有什么赔偿，但就是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就是最后他有飞出去，然后没有取消我们的航班，只是提前到一个很奇怪的时间，我们还是心存感激啦。就是毕竟我们不会开飞机嘛，我们只会搭飞机，所以就是感谢神妈咪还是成功的离开以色列了，然后伊朗也没有打来，所以这大概就是一波三折的故事。给以后也不是以后啦，给最近要来以色列的人做一个参考，我觉得是蛮好笑的啦。但是这过程是还蛮崩溃的，就是我边去那个野生动物园，然后我还要一直那边看说有什么我没看到的那个翻译就是希伯来文的这些条例真的就是我到底能不能跟他要求换票然后他到底会不会回我这个信箱到底有没有用为什么找不到客服很多这种事第一次碰到，现在想一想还是蛮好笑的。好啦，那就这样啦，拜拜。